好，来给我们的水瓶看一看，你们在最近跟对方有没有复合的可能性哦。那首先在这边呢，我们水瓶当下的一个状态和情绪啊，其实到现在应该是还是接受不了失去这个人。但这张魔术师呢，其实说明你心里已经有一个计划和打算了，可能冥冥之中你也是感受到啊，两个人的这个感情是面临着危机，知道分手呢可能就是一个早晚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水瓶什么都很明白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事情已经发生了，其实你真的也无力去改变，所以你也只能被动的去接受，放任这段感情呢，可以说是划过一个谷底啊。那么这张魔术师呢出现的时候，也是代表你现在的心情啊，就跟崩塌一般啊，或者说你会觉得特别的无助、茫然和崩溃，也会觉得手足无措啊。但是你还是会伪装成一个没事人一样哦，强装坚强，因为觉得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还能怎么办呢？所以表面上是尽可能正常，也不想让身边人担心，但其实内心的这个心哦，真的是碎了一地。那对方他会像我们水瓶这么一样难过吗？我觉得这个人哦，他其实有忽略到水瓶的感受，可能水瓶现在是已经有点五雷轰顶哦，但是对于对方来讲，他可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他可能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哦，忙工作啊，忙挣钱啊，或者说他也发现了，感情是有问题的，但是他会选择逃避而不是解决，但是呢，他没有多想，甚至他也没有说去好好的想一想，反思和我们水瓶的这个关系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问题出在哪里？其实我觉得是因为这个人不够走心，也就没有能够很好的关注到我们水瓶的敏感和这种细小的脆弱的神经，所以呀，会让我们的水瓶很头疼啊。我觉得对方他也不太愿意去改变，就一次一次的敷衍，然后又不了了之，让我们的水瓶就是不断的失望。我们来看一下水瓶在这段关系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哦。那我觉得在水瓶眼中啊，会觉得自己可能就是对方的一个备胎，甚至你觉得他也是你自己的一个备胎，因为你想要的人不是他，但是没有办法，你已经跟他在一起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种覆水难收的感觉啊。所以不管怎么样都是错，错在和他开始，错在你已经爱上了他。那没有办法，我们权杖2的逆位啊，就是表示一段关系它可能一开始就不是对等的，甚至说两个人，比如说个人条件、家庭条件呐，甚至阶层呐，都是有差距的，乃至于你们两个人的世界观，包括过去的种种生活习惯各方面都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是我们水瓶一直都在包容对方，求同存异。那当我们的节制牌出现在这边的时候，水瓶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因为这张牌就是代表水瓶嘛，你从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智的一个状态，只是感情有些失衡了，因为你在这个爱情当中啊越陷越深，也知道自己陷进去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努力的去克制自己，不要让自己太过于上头或者陷太深，所以你能够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能够感受到这个人他对你是非常偏爱的，所以你就容易在这个偏爱中越陷越深。所以啊，我觉得尽管我们的水瓶非常的理智，但是你还是会因为这段感情而陷入爱河。那么对方这边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那这边出现的第一张牌是星星哦，其实我觉得他在面对你的时候，也是知道两个人是有一定的距离的，然后他也是发现我们的水瓶有真的特别努力，一直在向他靠近，向他付出，所以其实这个感情呢，对方有被我们的水瓶滋养和感动啊。那星星牌嘛，也是会让他觉得其实水瓶非常的勇敢，甚至也让他能感受到水瓶的这种努力和上进，所以会觉得你好要强啊。其实他非常的欣赏你啊。其实对方也知道我们水瓶比较倔强啊，有的时候其实难以控制，所以呢就会被水瓶伤害到。因为水瓶有的时候我觉得会撑起自己来，撑起身上的刺来保护自己。那当对方靠近的时候，难免会被扎到嘛，就会导致他会觉得可能水瓶不需要自己的保护和关心，所以很多时候他也会慢慢的来疏离啊，甚至会被我们的水瓶伤害的太痛，他心里也会难过。但是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我们水瓶的故意造成来的，我们水瓶只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并不是有意想要去伤害他，但是呢，对方可能就会觉得水瓶太过于固执，太过于传统，可能两个人的这个三观呢就没有办法一直求同存异嘛。很多时候他一直想要改变，但是无能为力，所以我觉得水瓶还是蛮强势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只认一个死理，所以其实你也会试图说服
他和自己在同一个战线上面，你们两个人会有这样的一种差距感哦。我们来看一下水瓶内心会有怎么样的一些感受。那隐士牌在这边出现啊，也是代表我们的水瓶其实有的时候会比较的现实啊，你会想找一个跟自己旗鼓相当的人。那如果这个人做不到，你要去放手了，因为你真的也不想，或者说不能容忍自己的后半辈子啊，未来生活很差。所以其实你是一个对未来很有要求的人，很有计划的人，过于的清醒和理智，因为知道自己真正的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可能在感情当中啊，也会出现一些这种阻碍感。那接下来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一张圣杯4啊，也是代表着我们水瓶其实一直有在寻找一个能够真正依靠的，或者能够支持自己的伴侣。所以其实你在这个感情当中啊，一直都会有一些想法，只是有的时候呢，对方做得好，你就会少一些这种想法。那对方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后呢，也会让你觉得不开心，你就会开始对这个感情产生了动摇，会觉得我早晚要换人嘛，那我这一次就长长记性，不要再和他就是重蹈覆辙了。那我们的水瓶真的是能够说到做到吗？我们后面跟着的是一张宝剑8，说明水瓶一直是摇摆不定的，没有办法下定决心跟对方去分开。两个人的感情还是有基础的，所以说小打小闹啊，对你们的影响没有特别的深和严重。但是呢，这张牌也是表示我们的水瓶对对方的感情有在慢慢的变淡，就有点慢慢的故意不去关心对方，然后也不再关注他干什么，这就成为你们两个人交往之间最大的障碍，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爱了，就是逼自己去放下，强迫自己放下彼此啊。好，最后看一下对方这边的一个情况啊，他这边出现的第一张是我们的太阳牌嘛，其实他真的也不想跟我们的水瓶分开哦，因为我觉得他会感觉跟你在一起非常的舒服和快乐，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种幸福的感觉的，还有这种很单纯的不用去想太多的这种轻松，大概就是因为这样子才让人有恃无恐吧。所以如果没有太大的意外的话哦，他还是希望能够跟我们的水瓶在这份关系里面同进同退，然后一直这样子坚持下去。那后面这边呢，我们看到的出现了一张女皇，女皇牌其实表示我们的水瓶在这段感情当中慢慢的会占一个上风，因为我们的水瓶呢可能会觉得真的没有什么人能够左右得到你啊，你对这段感情是问心无愧的，我爱过你，也付出过，无怨无悔，所以你会为了自己的目标，为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去做一切取舍。尽管对方还是很想拥有你，想要和你在一起，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办法来改变我们水瓶的心意。而且呢，对方这边又出现了一张权杖6啊，也是代表他在努力跨越和你之间的这种阻碍。所以其实他真的有在行动，也在不停的来向你走近。但是你会发现这张牌他被卡住了，所以就是说他在这段感情里面慢慢的就有点停住了，不再往前进了。所以也是让我们的水瓶突然觉得很失落啊，就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不爱我了？我可能真的要彻彻底底失去他了。殊不知他一直都在做着。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的水瓶看到了我们现在的解读的话，你内心可能会有点释怀，因为你可能就是能够告诉自己不要再倔强，不要再强求，不要再执着，知道他还爱自己，你可能一下子心也会软掉，因为他卡在了这里，他也受了伤，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再留在我们水瓶身边。所以我觉得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解读给水瓶带来一些感触啊。那么短期的结局这边出现的是一个审判牌啊。其实说实话，两个人太过于完美主义了，你们的想法跟现实的区别蛮大的，所以其实这段感情还是会有一个冷战的状态啊。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已经相爱了，所以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没有办法再接触其他人，所以呢，虽然是已经在克服自己去努力尝试，但是你会发现克服不了，你会发现兜兜转转还是对方，所以这份感情我觉得你们仍然会有交集。